大家好，这里是宋说新语。这两天啊，没有关注 LK99的消息啊，在外边有事儿，回头一看这消息，哎呦妈呀，出大事儿了！戴博士啊，在临退出之前甩出个曲线来，把大家吓一跳啊！就这个曲线，啊，推特上也有人在转发啊，可能最早是出自于知乎上，这个诡异的电阻急剧变化的曲线啊，把大家吓了一跳。但是这个图像啊，它没有纵坐标轴，所以呢，很多人都有自己的判断啊，包括国外的网友。这个曲线啊，就让我想起东南大学的那篇论文啊，就是2308011192吧，啊，就是他们做的这个，也有一个看到了吗？也有一个电阻的急剧的变化曲线。那实际上，戴博士这个曲线这个范围呢，还是比较确定的啊，就是在7度到27度之间。哎，摄氏7度到27度之间，应该就是300K 吧到320K 之间这么一个突然的这个电阻急剧变化这个范围。这是不是就是找到了室温超导的秘密呢？当然这个曲线呢只是一个图，我们看不到纵坐标轴，也不知道它是什么材料成分，怎么做的实验啊。当然呢，戴博士最后啊他说呢，身心疲惫啊，还是要干好本职工作，靠 LK99啊兴趣啊可以玩一阵儿，但是呢要靠这个吃饭，你资金跟不来也不行。看起来呢好像啊国内的 LK99复现啊一个比较突出的就是牛建渣，一个是戴博士，他们在网上直播，吸引了大批的普通的啊，像我们这些爱好者、老百姓在观看。那戴博士退出啊，牛建渣呢也在搞一些娱乐性的合成了，各种各样的纹路的稀奇古怪的。那 LK99的这个事儿是不是就边缘化了啊？就已经可以告一段落了？我觉得呢，还远远没到那个时候啊，还差得很远啊。实际上啊，从8月初到现在。实际上这个事儿已经到了停滞状态了。你看啊，最早呢，我们说这个7月底是吧？这个事儿爆出来之后呢，就开始国内外就开始大量的这个浮现实验。那实际上这个第一篇啊比较有价值的论文就是 Griffin 啊那个理论研究的论文。其实那个论文之后啊，所有的理论研究论文其实都没有跳出啊人家大致的这范围来啊。那第二个呢，就是国内包括东南大学啊、华中科理工大学、华中科技大学，他们这个浮现实验，都没有发现超导，但找到一些稀奇古怪的特性之后，其实所有的复现工作都基本上也是一样的。你找到这个铁磁性、顺磁性、抗磁性，都是差不多的。都没有发现论文中所说的这个室温超导性啊。那么理论上也是，后边发了几十篇理论研究的，通过 DFT 啊这个密度函数发现理论来研究 LK99 室温超导的这些理论、晶格模型等等，都没有突破性进展。这个事情就是在8月初就停止下来了。但是啊，那些真正烧炉子的博士们，他们没有停下来。那些干活的人们啊，就真真正正去合成的时候啊，就像郑可爱戴博士说的，他说他觉得李师培不可能不知道我们面临的问题，就是不可能不知道他做的那些实验的方法。那郑可爱他采取了一种新的合成方式，避免了硫酸根啊，这样呢也就避免了硫化亚铜相的干扰。那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只要认认真真的做实验，你烧过几次炉渣之后就知道了，这个东西呢肯定是有门道的。你说是手感也好，是一种工艺、一种灵感也好，或者是一种天外来飞仙的那种想法也好，到目前为止呢，大家都没有 get 到那个点，就所谓的那个 know how 都没有找到这个。那大家想想，这个问题是谁提出来的？LK99啊，是人家量子能源研究所人家提出来的，人家是一家商业化的公司。如果是你开一家商业公司，你合成了一个你认为很高级的东西的配方，但不说是室温超导了，就说是药方，你会公开吗？你会不会留一手啊？像啊，是吧？那个什么老鼠和猫的叫上树的故事一样，是吧？那知乎上有一位网友叫百战一将，他提出来一个很有意思的观点，他说LK99目前还没有失败，甚至还远远没有达到失败。这个事情啊，判断至少有极为严谨的逻辑。他讲他的逻辑，大家听有没有道理啊？说首先啊，事情短期的概率是不受外界影响的，那长期的概率呢，受时间影响下降。
这个我觉得说的是对的，跟我们前面说的是差不多的。那初始概率呢，我们按50对50来预设，也就是说呀，室温超导只要韩国人不拿出来验证，那么这个超导的真伪啊，无论你外界如何证伪，短期都是有50%的概率是真的。因为啊，仍然保留为其出面证明真实的这个情况。但是啊，如果其他人复现拿出证据来，那就可以提升概率，甚至验证其为真的了。就最大值可以到100%的，最小也是50%的概率。这位百战一将啊，知乎的一位网友，他说：“为什么？那什么时候可以证伪呢？那答案是时间。如果韩国人啊一直不拿出证据来，那么是真的概率就在不断的下降，最终将沦为笑话。”你看这位网友啊，他的逻辑确实是比较清晰的，我觉得是比较对的，因为刚才我们说过，很多认认真真的去做实验的这些人都觉得这里边肯定是有门道的，只不过我们没有做到，我们没有做到不等于别人就做不到啊，是不是啊？所以就像说这一半的可能性是保存着。从8月初开始，大家理论上研究了，实验也做了，你只是证明了那50%的概率啊，目前是0，人家还剩了50%的概率，对吧？所以呢，一眼假一眼真，这个逻辑是站不住脚的。一眼假是什么呢？就是0%的概率嘛，一眼真的就是100%的概率嘛。你凭什么说0%和100%是成立的呢？对吧？你要通过实验，通过研究，或者人家给你提供证据，对吧？那现在呢，人家就凭几张纸发出一个语音版的论文来，这就相当于一个黑盒子，你就判断这个黑盒子里边就是空的，就是不是你说的东西，你得拿出证据来。当然，韩国人也必须拿到证据来，是吧？这是关于 LK99 是不是该告一段落了，是不是彻底盖棺定论了啊？我们的一个简单的聊天啊。实际上感兴趣的朋友啊，我们之前讲过很多期关于 IBM 那个实验室，还特意讲过一篇穆勒的朋友啊，就是那位大科学家穆勒 ，IBM 的这个科学家，他在87年前后发现了新的超导材料，是吧？当时呢就是异钡铜氧嘛。那当时的话呢，其实发表的那个第一篇论文，最早期的论文也是发表在一个不出名的期刊上啊。后来呢，也只是发了一个电阻率的温度曲线，甚至可能没准就和我们看到的这个东南大学的这个曲线差不多。很多人都怀疑这个你的这个成果怎么样。当时麦斯纳效应也没有实现来得及测，各种电阻呢也不是很一帆风顺的。那随后呢，各国的复现团队呢就开始做，一开始也做不好，甚至都怀疑这个材料不纯。最后经过反复的实验和努力，最后做出来了，最后呢还改良了。包括我们说的中国的赵忠贤院士在其中也起了很大作用。这是科学史上的故事，已经发生过的。这个故事啊，和目前我们看到 LK99 的故事是多么的相像啊，是吧？所以呢，这里边呢，我们还得耐心等待。这个，那当然了，也有很多坚决支持导的这些科研工作者，包括这个知乎上著名的罗老师，也包括微博上的陈博微博。陈博呢是北京科技大学的副教授啊，也是一位材料学的金属材料学的博士啊，超导的研究的。那么他应该和真可爱呆是一个学校的啊，真可爱呆可能也是北科大的。那他做了一篇他在微博上发了一篇新的论文，他一贯是支持这个室温超导的，他也提出了自己的室温超导的曲线的理论，他讲了他自己这几天的心得。那他是把这个事儿当成一篇小论文发的特别认真，特别长。那我呢就不念全文了我们看一下这篇这个 Twitter 这是这篇 Twitter 文章。那他说呀，这个最近德国团队使用大太赫兹激光使用铜氧化物样品呢，实现了瞬间的室温超导，展示了相关的超导的麦斯纳效应信号。这就说明室温超导在理论上它是可能的。那高压氢化物体系中的氢键也可能是支持室温超导的，但是目前实验看到的临界温度还只是接近室温。相比主流的电子配对机制陈博士呢，他更支持这个手持上田的这个涨落理论，它不依赖于特定的震荡媒介就可以解释超导。
当前这个铅磷灰石体系的室温超导研究面临的瓶颈呢，就是载流子的浓度不足，需要通过掺杂等手段呢来提高载流子的浓度。那现在啊，各个研究团队都在尝试这个铜掺杂、掺杂磷位和掺杂氧位这些策略呢，来提高载流子，但效果还是有限，还需要进一步研究。另外一个呢，就是载流子的稳定性，也需要关注，因为测量环境也可能影响到样品的超导性能。所以啊，继续探索不同体系的这个超导机制，而不拘泥于当前理论，这是科学的态度。鼓励更多的人参与到这个领域的研究。这是陈博士这篇长的微博论文这个意思的归纳。那我说的可能会有遗漏欢迎大家补充，也可以去看他的这个原文去关注他的原文。那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最后一句话，他说什么呢？他说失败的科研结果常有，但失败不属于科研人。你不尝试就是不作为，这就是一种失职这话说的是可能是有点重了，是吧？但实际上呢，它是有暗指的，是不是我觉得是有暗指的。因为在目前来说呢，可以说呈现了一个所谓的复现者联盟或者我瞎说的名字这复现者联盟呢，包括什么呢？像牛剑渣也好，真可爱呆也好，还有早期的不分真假的这些个人的手搓 LK99 研究的。那现在在哔哩哔哩上在 B 站上又冒出一个这么一个研究的这个团队了。我们看一下，不是团队，一个账号，它叫什么呢？它叫沃创良品很有意思。看起来呢，他是一个武器模型的爱好者，很多的这个枪支模型。但是呢，他最近呢也开始做了 LK99 的复现实验了。他登记的学校呢是北京大学。我看一下他的视频，看起来是比较简陋的，网上买的东西。他自己一开始说好像是他在宿舍，我看起来不像是宿舍也介绍了他的各种各样的物品，要按照 LK99 的这个论文要开始他的复现研究了。这又是一个新的一个爱好者冲进了 LK99 的复现。实际上我们说很多的博士们在沉头，他们没吭声在做那在大家说就是海面上的冰山浮出一角来，那牛剑渣也好，真可爱呆博士也好，还有我们现在看到这个沃创良品，他的具体身份我们不知道这个哔哩哔哩的 UP 主也好，这只是在网上直播的做科普的，吸引大家注意力的，或者他为了给自己增加信心等等，人家做出这么一个直播的这个大胆的让我们比较开眼的举动来。还有可能几倍、几十倍、上百倍的人在下边做实验也没吭声，是吧？因为什么呢？我们就不说这个超导是怎么回事，单就现在来说 LK99 最早的那个论文就是李石培和金教授他们那个样品里边很大的那一颗在磁铁上漂浮的半悬浮的那个样品，到现在为止各个团队都还没有做出来。就是第一个颗粒大，第二个实现了半悬浮状态。大家在网上看到的包括各国科学家的论文所做到的能实现那样的效果的样品一个没有。第二个是什么呢？我们单不说超导性，单说抗磁性来说，也没有人做出更强烈的大的抗磁性样品来。单就这一点来说就我觉得你的想象力就可以无限延伸。大家想想是不是道理LK 的这个复现研究这么复杂，我们用说那个老百姓了解的那个药方来说，你说这个是同仁堂的药方，还是这个云南白药的药方，或者是说宣纸的配方，是吧？过去听起来都是很复杂的，实际上通过逆向工程是逐渐有可能找到规律的有各种各样的传奇，说这种药方是怎么透出来的。那如果你有这个防范心理，你知道这里边有巨大的商业价值，你会公布那里边最重要的那个不传之秘吗？是吧？所以现在呢 LK99 的这个复现研究这么复杂，你谁也很难说服谁。马克思普朗克物理研究所的不行，咱们中科院物理所的那个硫化亚铜的那个像说这个是不纯造成的也不行，韩国人自己 KSSC 做实验的也不行，那韩国人自己都吐槽嘛， KSSC 它是有利益纠葛的在里边所以你不说超导，
就说这个抗磁性的成因，水上去的几十篇论文其实都没有完全讲明白这个事儿。这个成果，如果大家能搞明白这个通过铜、磷、铅、氧这4种纯的元素能做出这个铁磁性材料来，你能讲明白，给大家信服，你发物理、发材料学的顶级期刊都没有问题。我觉得这也是诺奖级别的，不说超导。如果真的有室温超导项，哪怕是1维的室温超导项，是吧？那绝对是诺贝尔物理奖甚至化学奖2个奖位的，可能还会进一步完成现在残缺的量子理论。我们前2天不是讲过一篇论文吗？约旦的一位不知名的教授和他亡妻的一篇合著论文里边提出，电子是有核的。我这个电子核理论能把量子力学变得更完善。你看是吧？所以呢，如果大家能找到一种公益的、可靠的、可复现的、可操控的这种实验的工艺，完整的实现了这4种元素合成这种高强度的强抗磁性的，像老金同志说的几千倍的抗磁性的材料，那真的就是第4次工业革命开始了。尽管它不一定需要超导，就已经开始了。所以现在呢，我们对 LK99 的研究还是要抱有希望。简单说，不能一眼假，也不能一眼真，要保持一个客观理性的态度来看待。这就是这2天没有讲 LK99 积累一点信息跟大家聊聊。谢谢大家收看，咱们下次再见，拜拜。